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最帅男神出炉，国民线男友登顶，白敬亭10乘1.9，吴磊4，黄景瑜3，于是2。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表演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摸索着前进，有时候会迷茫，有时候会兴奋。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好奇心和热情，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各种可能性。人们总是说坚持很重要，但现实生活中真的很难做到。毕竟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琐事和诱惑，很容易就分心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那些成功人士好像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能够长期专注于某个领域。比如说马云，他20多年如一日的在做电商，才有了今天的阿里巴巴帝国。再看看那些体育明星，哪个不是从小就开始刻苦训练的？所以说，坚持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，它能让平凡的我们也有机会创造奇迹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坚持真的很难啊！我自己就经常半途而废，比如说健身，每次都是坚持不到1个月就放弃了。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吧，就觉得很沮丧，然后就找各种借口不去健身房了。其实仔细想想，那些成功人士肯定也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他们就是能咬牙坚持下去。也许这就是成功者和普通人的区别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普通人也不用对自己要求太高。毕竟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。而且兴趣爱好多一点也挺好的，可以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所以我觉得适度坚持就可以了，不用太过执着。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，这样才能持续下去。人际关系真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啊。有时候我们会把某些关系看得太重，结果却发现对方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在乎。比如说，我以前总觉得同事之间应该像朋友一样，但后来发现大家其实就是普通的工作关系，下了班各走各的，这让我挺失望的。但仔细想想也很正常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不能太过悲观，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冷冰冰的利益关系。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对他人友善，但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底线。就像俗话说的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在工作中也是一样，要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但不要太过依赖别人，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。其实人性是很复杂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我们不能期望别人总是无私奉献，但也不要觉得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。大多数人应该是处于中间状态，既有善良的一面，也有自私的一面。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，要保持理性和客观，既不要太天真，也不要太偏激。说到家庭和谐，我觉得确实很重要。毕竟家是我们的避风港，如果连家里都不和睦，那在外面工作生活肯定也会受影响。不过要做到家庭和谐真的不容易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，难免会有矛盾和冲突。我觉得家庭和谐的关键可能不是勤劳，而是相互理解和包容。比如说，我妈妈就很勤劳，整天忙东忙西的，但有时候反而会让我觉得很烦，因为她总是觉得我不够勤快，经常唠叨我。其实我只是想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想被别人的标准束缚。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更重要的是互相尊重，给对方一些空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勤劳确实是一个好品质，至少它能让家里保持整洁，也能为家庭创造更多价值。但我觉得勤劳不应该成为一种压力或者负担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，既不要太懒散，
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最重要的是要让家人感受到爱和关心，这才是家庭和谐的根本。听说过很多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，说什么早起能让人更有效率，能改变人生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。首先，每个人的生物钟不一样，有些人就是夜猫子型的，强迫自己早起反而会影响状态。其次，光是早起并不能保证你就能成功，关键还是看你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早起确实有一些好处，比如说可以避开早高峰，多出一些时间来锻炼身体或者学习。而且早上的大脑通常比较清醒，适合做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早起，而是要有规律的作息。无论你是早起还是晚睡，只要能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并且有效地利用时间，那就是好的。其实改变人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光靠早起1小时是不够的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目标，并且为之努力。比如说，你想学一门新技能，那就每天抽出时间来学习，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。重要的是坚持和执行力，而不是具体在哪个时间段。所以，与其纠结于早起，不如想想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然后制定计划去实现它。说起白敬亭，我最近也在追《难哄》这部剧，不得不说，他在里面的表现确实很出色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，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我觉得他把角色的性格特点诠释得很到位，特别是那种内敛又深情的感觉，真的很吸引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可能也跟他的长相有关系吧，毕竟颜值在那里摆着，演什么都好看。但是我觉得单靠颜值是不够的，白敬亭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肯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。比如说他的台词功底就很扎实，不管是在《难哄》还是之前的作品中，都能感受到他的用心。而且他选择的角色也很有特点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霸道总裁，而是有自己的个性和深度。这可能也是他能够吸引那么多粉丝的原因吧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，光有颜值和演技还不够，还要有好的作品和人设。白敬亭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，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负面新闻。但是娱乐圈瞬息万变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觉得作为演员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升自己，保持初心。程毅的崛起确实挺让人意外的，我记得他之前演过不少剧，但都没什么水花，直到《琉璃》这部剧才算是真正火了起来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里面运气因素占了很大比重，毕竟娱乐圈里有实力的演员很多，但能爆红的却寥寥无几。可能是《琉璃》这部剧的题材和剧情正好 hit 到了观众的喜好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光靠运气是不够的。程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还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。比如说他在《琉璃》里的表演就很出色，把那种痴情又霸道的角色演绎得很到位。而且他的外形条件也很好，特别适合古装剧。这可能也是他能在《莲花楼》中继续保持热度的原因吧。但是我觉得程毅现在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，因为爆红之后，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度会更高，对他的要求也会更高。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表现，很容易就会被观众遗忘。而且现在的娱乐圈竞争太激烈了，后面还有很多新人在追赶。所以我觉得程毅接下来的选择很关键，不仅要选好剧本，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。说起王安宇在春晚上的表现，我觉得还是挺惊艳的。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关注他，但是在春晚这个大舞台上，他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特别是他的那段表演，不仅展现了他的才艺，
还体现了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春晚毕竟是经过精心编排的，每个人都是最好的状态，所以可能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真实水平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，本身就说明了王安宇的实力。毕竟春晚是全国人民都在看的节目，能被选中参演，肯定是经过层层筛选的。而且我听说他在彩排的时候也很认真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表演，这种专业态度确实值得赞赏。不过我觉得王安宇现在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保持热度，因为春晚虽然能让他一夜爆红，但如果没有后续的好作品支撑，很容易就会被观众遗忘。而且现在的娱乐圈竞争太激烈了，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，所以我觉得王安宇接下来的选择很关键，不仅要选好作品，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站稳脚跟。说起李云瑞，我最近也在关注他。不得不说，他确实长得很帅，特别是那种阳光帅气的感觉，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。而且他的身材也很棒，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健身照，让粉丝大饱眼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娱乐圈里长得帅的人多了去了，光靠外表是不够的。我觉得李云瑞能够受到关注，可能还是因为他在《九重子》这部剧中的表现。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剧，但是从网上的评价来看，他的演技还是得到了不少认可的。特别是他那种温柔又坚定的眼神，据说很能打动人心。不过我也听说有人觉得他的表演还不够成熟，需要更多的历练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李云瑞现在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人。他不仅有好的外形条件，还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，而且他似乎也很懂得经营自己的形象，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，保持热度。不过我觉得他接下来的选择很关键，如果能够接到好的角色，继续提升自己的演技，相信他会有更好的发展。但如果只是依靠外表，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新人超越。徐凯的转型之路确实挺有意思的，从模特到演员，这个转变并不容易。毕竟模特主要靠外形，而演员还需要很多其他的技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徐凯的外形条件确实很好，特别适合古装剧。我记得他在《乐游原》里的造型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但是外形只是基础，能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，还是要看演技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徐凯的演技进步还是挺明显的。从最开始的有点生涩，到现在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，确实下